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之前有一期的节目，我们介绍过刚刚成为新教宗的梁四世。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教宗梁四世他的人生经历，还有他对信仰、服务跟正义的承诺。我们手边主要是一段介绍他生平的影片记录。那我们的目标是跟着他的脚步，从芝加哥，到秘鲁，再到梵蒂冈。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塑造了他，还有他这些承诺是怎么实践的。对，这条路径确实，蛮不寻常的。从美国中西部长大，然后又深入到南美洲的基层那么久，最后才走到罗马。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看一下的转折。我们先从他的根源说起好了。Robert Prefoster 就是后来的梁四世嘛，他在芝加哥出生，家庭背景蛮多元的，有意大利、法国、海地、克里奥尔血统。记录里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他小时候会跟兄弟在家里，就是模仿神父举行弥撒，哦，就是天主教那个仪式。这个是不是好像已经有点预兆了？这种早年的信仰气氛，还有那个多元文化背景，我想肯定在他心里埋下种子了啦。而且不只是兴趣哦，你想想，这种跨文化的成长，可能让他以后更能体会不同群体的那种，挣扎和需要。这对一个未来的全球教会领袖来说，搞不好给了他一种特别的同理性基础。这可能不是巧合，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对。后来他就选择加入奥斯定会，这个蛮有历史的修会，1982年变神父。然后一个很关键的选择出现了，去秘鲁传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做行政职，像什么教区秘书长啊、修院院长，也教教会法。但更重要的是，他真的走进了城市边缘最穷的那些社区。没错，在秘鲁那10几年，真的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炼乳啦。在那里，他直接看到很深的贫困、社会动荡，还有那种结构性的不公义。影片里也特别讲到，他不只是给援助哦，他更努力去培育秘鲁本地的圣召。就是鼓励当地年轻人当神父修女。对对对，就是鼓励他们回应招靠。这就显示他看得比较远，是为了教会的在地化、永续发展，不是短期的帮忙。这份投入是很深的。而且他不只是默默做耶，记录说他还是一个很敢讲话的倡议者。在秘鲁那个藤生威权统治还有光明之路恐怖主义很严重的时候，他公开批评政府侵犯人权，也反对暴力。这在当时应该需要蛮大的勇气吧。确实啊，你想想，为了去接触到那些偏远地区，那些被忘记的人们，记录里说他甚至要骑马翻过很危险的山路。哇，这就不只是嘴巴说说了哦，是把自己放到那个困境里去实践服务。他不只关心灵性，人的基本尊严、权利，显然是他非常非常看重的。后来啊，他帮那些逃到秘鲁的委内瑞拉难民讲话，还有在教会内部处理那个性侵危机的时候，鼓励受害者去报案，这些都看得出来他对正义是一路走来都坚持的。对，这些经历好像也让他被教会更高层看到了。他后来陆续当了奥斯定会的省会长，还有全球的总会长，之后被任命为主教，一直到2023年接了主教部部长。这个位置在梵蒂冈里面是负责挑选全球主教人选的，很关键呢。是啊，当上主教部部长，这绝对是教宗方基各对他非常信任的一个表现，让他很深入地参与去塑造全球教会的领导阶层。资料里有看到他处理了一些蛮棘手的主教任命或免职的案子。虽然啦，他以前当省会长的时候处理某些性侵指控的方式，后来有些讨论，但记录也说他当时的处理是照着教会既有的政策跟程序走的。这也让我们看到领导者在现实里面常常要在很复杂的规定、人性还有各种状况中去做很难的判断。没错。然后就在2025年的5月8号，书记除照们选了2天，他就被选为第267任教宗，选了梁14世这个名字。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奥斯丁会出生的教宗。
也是继方济各之后第一个从美洲来的教宗，更是第一个美国出生的教宗。这些第一背后的意义其实很深。他有美国跟秘鲁的双重国籍，加上几十年在拉丁美洲基层服务的经验，让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可以去连接所谓的北方跟南方、富裕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他过去几十年对人权、社会公益还有边缘群体的关心，可能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而已有可能会变成他领导全球天主教会的核心关怀，还有优先的方向。在扛这么重的责任以外，影片也稍微提了一下他比较个人的面向，比如说他会很多种语言，英、西、意、法、普，还看得懂拉丁文，懂一点秘鲁的盖区瓦语。哇，真的假的？对，然后他喜欢打网球，是芝加哥白袜队的球迷，还会跟兄弟们玩那个 Wordle， 就是文字游戏。这些细节其实蛮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有人味的一个领导者。就算地位很高，还是保有跟一般人一样的兴趣跟生活连结。这或许也是他理解广大教友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好的，我们今天算是一起梳理了教宗良士4世这段很不平凡的历程，从芝加哥的多元背景，到秘鲁基层那种深刻的服务和社会倡议，最后走上博多鲁继承人的位置。他的人生很清楚地刻画了信仰的召唤、服务的热忱，还有对正义的那种执着追求。那么，综合我们今天看到的，他这几十年来在各种挑战里面去服务边缘群体，为正义发声的这段旅程，你认为这里面有哪些特别的经历或特质，最有可能去形塑他未来领导全球天主教会的方式？他又会怎么用这些经验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复杂、这么混乱的各种挑战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观察跟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对你有些启发。下次再见。